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看到了现在美伊开战哦，从2月28号第一天算起的话，今天算是 Day 7哦，就是第7天了。好，到今天呢，我们其实还会再跟大家来关于战事的部分有一些相关的讨论。好，那这代表什么？代表伊朗不是吃素的我们来看到现在美伊交锋真的到了白热化。我们看到伊朗的军方有说使用无人机击中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好，这是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人所说他说美国的亚伯拉罕林肯这个号的航母舰在这个接近伊朗水域边界340公里的阿曼海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无人机击中。那此舰同其驱逐舰迅速撤离，迄今已经远离该区域超过1000公里。好，那伊朗的声明是这样讲的，但是美方的部分还没有看到。好，那卫星影像则显示美军部署在约旦的反导雷达也遭到攻击或已被摧毁。那伊朗也称拦截并摧毁了以色列的苍鹭无人机。好，这也是他们这个革命卫队公关这个表示说，5号晚间拦截并摧毁了以色列第2架的苍鹭无人机。好，这无人机是试图要攻击伊斯法罕的某些地点。那以色列方面目前是对这件事情没有回应。好，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说我们已经做好了长期战争的准备。好，看到他们的发言人说要惩罚侵略者。敌人应该预料到在每一波的作战行动当中都会遭受沉重的打击。伊朗的新型武器也正在研发当中，尚未大规模的使用。好，所以看得出来伊朗是有相关的准备如果伊朗的说法都是有关这个美军是有被摧毁的话，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后续美方这边或是以色列是怎么回应的。好，但是现在川普这个美方的部分大家也在看到底要打多久呢？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现在有喊说美军将部署更多的战机中队，要增加作战跟防御能力，提高轰炸机出动的频率，对伊朗首都德黑兰上空的火力打击即将大幅的增加。所以在五角大厦的声明当中也有特别讲说伊朗的飞弹攻势衰退了90%，甚至无人机也衰退了83%。好，当一轮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就想说，好，如果真的是伊朗的飞弹衰退这么多的话，那就等于他们只剩10%嘛，美国就不用再讲说要延这么多天了吧？因为本来有说什么，川普说4周，后来赫格塞斯说8周嘛。那这样子不是就很有矛盾吗？好，那《纽约时报》则认为好像看起来美国攻打伊朗缺乏了进退的策略。他是认为川普非常喜欢以直觉来行事，将国家安全会议当成他意志的执行机关，而非用于集思广益。所以很担心川普政府这一次攻打伊朗其实没有完整的进退场策略。那甚至另外一个媒体Politico 也特别讲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要求说国防部要加派军事情报官进驻到中央司令部位在佛州的坦帕总部，以在至少未来100天支援对伊朗采取的行动，但时间也可能持续到9月。好，所以有人是讨论说那这不就代表说他可能在这个伊朗跟美伊之间交战的行动会持续的可能性吗？好，其实呢，当初大家在思考的时候，认为说如果美伊开战的话，伊朗被打趴当然不意外，但现在伊朗还继续在还手所以美国才会原本说嘛打4天，后来川普说改为4周。哇，现在说可能会到100日所以大家也是越看越错好，那伊朗无人机挑战美军防空系统，赫格塞斯承认问题其实比预期更大。赫格塞斯跟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之间承认说伊朗无人机构成的问题其实蛮大的。那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通常是以低空
低速的方式来飞行，而且比这个飞弹是更容易躲避防空系统的探测拦截。好，所以我们也看到彭博资讯的专栏也有特别分析，美方的优势在于拥有最精密的这个攻防武器。但是缺点就是这些武器都非常贵，而且制成非常的复杂。那目前飞弹的库存量便持续的恶化当中，所以当前这些昂贵的武器并不会用尽，但是要警告，要赶快的来补充因为经不起下次的大战了齁。好，那现在川普在这个中东战局扑朔迷离之际，他还是要再吹嘘啦齁。他说白宫早些时候宣称伊朗政权都已经彻底打垮，但是金融跟能力的市场还是蛮紧绷的，因为这场冲突持续升级，而且看起来没有一个尽头齁。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本来说4天，后来变4周，现在可能是100天，又可能到9月。所以呢，中东战火已经从短期的打击演变成一个长期的消耗战。但是我们一开始当哈米尼离开人世之后大家就在讨论说，到底谁接班他呢？一度传出他的次子要来接班。不过最新也看到伊朗的副外长有说，伊朗尚未选出新任的最高领袖。好，或许也是因为这样的讯息让川普有特别讲到说被暗杀的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之子穆杰塔巴目前是最有可能的接班人，但他说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因为同样是强硬派的也不亲美，所以他声称他必须要亲自的参与这项任命，而且有权跟伊朗共同决定下一任的领导人当然就分析说这跟当时推翻委内瑞拉马杜洛的政权之后，支持罗德里格斯出任美国临时总统情况相当的相似。好，所以你可以看什么？这个川普呢，他在委内瑞拉这一战真的是尝到甜头，很想一直复制啦，但是伊朗没有办法如他所愿好，那美以即将载至伊朗空域，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说，伊朗神权政府遭完全的击溃，并付出惨烈的代价。美以预料将在接下来数小时要彻底全面的载至伊朗的空域。那川普也开始思考在联合国军事行动落幕之后的角色。好，那恐怕这还有一段时间目前看起来还没有结束。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目前伊朗的这个反击还是持续当中，所以很多人认为这就是让美国跌破眼镜的地方。我们问亮哥，其实这个战争的舆论战基本上都是不可信的啦。那你要不要去听伊朗的记者会伊朗总统也开了一场记者会说我们前面打的都是旧弹，新弹还没打嘞，你相信吗？所以我觉得川普啦、海格塞斯啦，尤其是这个凯洛琳听听就好了这些都不可信的啦。唯一可信的是什么？你本来认为4天就搞定了，显然没有搞定嘛。现在第7天了吗？是啊，你为什么没有搞定？我觉得这种才是真正的问题啦。那至于说双方有没有弹药，那发射率有没有降低？真的降低，因为伊朗也没那么多导弹啦，本来估计大概就是2300枚左右。那他这几天真的打得太凶了那个阿联酋有做统计啦，大概是打了大概1000到1200，所以真的是打太凶了那他因为1个月在平时的制造量导弹大概只有150枚，如果在战时可能要到300枚那前提是你所有的化学原料都要在，还有发射器都要在所以他现在一天大概降低频率了，大概只打50到100之间那其实他大概也预期到了，美国早晚会淡出了，那最后就是他跟以色列的关系嘛，那这个是不可能谈和的啦，就是3不5时要丢一下，表示这个战争没有结束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这样了，就是美国当然它的弹药是有的，可是你要挪到这里来吗？你不能够用美国的全球弹药量来看嘛，因为美国的弹药可能有60%以上，搞不好都在亚洲那你要不要移动？
所以比如说爱国者飞弹最近就传出嘛，说台湾目前有9套，那之后再买的是不是又会再被拖？又会延宕。对啊，那比如说韩国萨德飞弹就传出说是不是要移到中东啊？就是这一类了。因为美国坦白讲也打得太凶了，美国有好几种弹啊，比如说军舰射的是战斧飞弹，战斧飞弹它前3天就用到总量的10%，这《纽约时报》写的啊，它前3天，后来发现不能这样用啊，那可是它的军舰伊朗也会打它，那它就要用防空导弹拦截啊，所以就有 SM2、SM6要拦截嘛，发现也用得太凶了，那地面呢？地面它无人机来炸你啊，那你就要爱国者飞弹。伊朗的无人机一架才2万美金，你爱国者飞弹1枚400万美金，怎么划算？价差太大了。所以后来呢？后来又说用战斗机射那个增程飞弹把它拦截下来。那战斗机那个增程飞弹1枚25万美金。伊朗的无人机有多少架？美国自己估计的8万架。你怎么玩啊？所以你不要只算导弹，你也要算无人机啊。那事实上，后来目前伊朗的主要攻击还是就已经以无人机为主了，因为导弹真的少嘛，所以这个是消耗战嘛。那美国要调多少资源进来是关键。好，帅将军怎么看？首先我把亮哥讲的消耗战是怎么个消耗法？是啊，这个导弹呢、它是打到大气层抛物线下来，所以拦截导弹呢就要用中高空的飞弹去拦它。所以他雷达上看到1枚伊朗的导弹，任何国家的，它2枚萨德就上去了，因为萨德到250里高空。如果这个东西还没拦到，它再下来的时候，就要2枚爱国者。这是对付人家一个导弹还有4发，4发，爱国者的400万，萨德更贵。好，如果说导弹配合无人机，为什么伊朗喜欢用无人机跟它配呢？低空。高低配。低空的时候啊，雷达就没办法算它的拦截点，但是无人机速度比较慢，所以它先来，那你还在雷达再搜它，对不对？那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中间夹一个导弹，所以对付一次人家的攻击，美国消耗的比伊朗多，啊，又要打无人机，又要打那个导弹，那对导弹你就要4发超过400万美金的东西，所以这个战就定义到消耗战。所以为什么林肯号只是被4枚追踪的时候，他不管说打到，伊朗说打到，美国人说没打到，他闪1000公里是对的，他再不闪，他可能因为一旦打中了，那航母啊，甲板上都是飞机，你懂吧？也许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导弹没有办法贯穿或者炸沉，但是甲板上的飞机烧起来，那也是很一架接一架，因为它排得很密嘛。对，所以这个问题不可承受之重，所以航母面对这种打法，它也要躲得远远的。所以我们印证了以前老共一军演，美国的航母就跑得远远的。这因为什么？它不可承受的风险。好，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伊朗的导弹是在消耗，但是它那8万无人机，现在他为什么讲毙命武器？因为见证者4在俄乌战场上，俄国人也把它改良了。现在这种技术回馈，只要技术的方法传进到伊朗，伊朗就可以做更高级的见证者4。所以这场仗啊，美国花的钱是伊朗的不知道多少倍，所以这个起战是很容易。我一直在这节目讲，起战很容易，一时的气氛就起战了。中战很难，4天、4周到100天，甚至于到9月，所以美国消耗不起，搞不好总有一天台湾的爱国者都要过去。这个时候，美国就面临一个很严重的危机。
如果另外一场大战出现的时候，他没有能力应付。对。好，谢大使怎么看？现在我看到很多有关那个军事分析啊，我觉得有一种方法讲的这个战略啊、战术，对伊朗来讲是具备长期吓阻的力道的啊。也就是说，他现在有比如说有8万架的无人机，然后他有各型的导弹，可是他真正的杀手锏，当然就是法赫德2，还有我们待会会提到的那个就是叫这个霍拉姆沙赫尔4。这是他在这个2023年5月才公布的，他最先进的导弹。那它的这个射程跟它载弹量比这个法赫德2还要大，那也是最后的末端也是超高音速的啊。这种导弹它不需要每一次攻击都使用，可是呢，它比如说它1个礼拜打一枚的话，这场战争啊，对这个尤其对以色列还有附近的美军基地来讲，就是造成一个极大的威胁。所以并不是说你这个储存量或多少，或者说你整体来比伊朗跟美国来比军力，或者跟以色列来比军力，就是你手上有没有这种杀手锏，让对方永远怎么样对你啊？因为你无法拦截。那现在的话，你要拦截的话，那刚刚帅将军也讲了。你这种打到这个大气层以外的这种导弹啊，那你一定要用什么？你一定要用这个高层的就是说远程的导弹，比如说然后这个中程的导弹，你都要使用，那个消耗量就很大。可是呢，你如果说你一次就把它打完也不需要，你可以打4个月，可以打8个月。那在这个过程中，那美军就必须要不断的跟以色列不断的准备，这场战争他也不能够宣告胜利。所以伊朗现在已经讲得很清楚，他2个杀手锏在这场战争中杀手锏其实对美国来讲是极为不利。第一个就是打长期战，我就不投降，你真的也没办法。第二个呢就是封锁荷姆斯海峡。那这个封锁荷姆斯海峡的话，伊朗已越来越清楚了，我封锁的是英美的船只。中国大陆的船已经成功过去了，那接下来如果说日本的船也过去的话，那日本在外销上就很难去配合美国的在这个伊朗这个攻势了，因为这个是伊朗他手底下一个很重要一张牌。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把这个全球的油价把还有产油国地区它这些经济的这个基础把它搅乱，包括美国的经济也搅乱。所以川普已经说4个礼拜了嘛 ，Hex 4个礼拜。我希望不要再过一阵，他要讲4个月，再过一阵子，搞不好说可能4年。但是川普改口又不是1天2天的事情哦，他随时都可以改口，随时也可以为自己找台阶下。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在讲中东战云密布的时候，那当然很多国内的媒体都会常常跟着美国的主流媒体来进行一些报道。好，但是我们要知道，战火无情战场也不是只有单一方，所以我们在节目上面会带给大家比较不同的观点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现在伊朗的迈赫尔通讯社就有报告说，伊朗的防空部队在厄尔布尔士山脉击落了一架美军15的战斗机。好，您可以看到有画面已经出来了好，但是呢，美军的中央司令部说这社交媒体流传的美军 F-15E 的战机4号在伊朗被击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好，那伊朗也发射携带了1吨重弹头的超重型霍拉姆沙赫尔4的飞弹，打击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中心。好，你可以看到，我们也再度给大家看画面本古里安机场跟位在该机场的以色列空军基地。好，这也是有一些讯息跟影片的发布。好，那我们再看到就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也发布公告说，真实承诺4的行动第
19轮的打击当中，也使用了包含霍拉姆沙赫尔4，也就刚刚一轮说的这个导弹在内的武器哦，成功突破了以色列的7层防御系统，而且命中以色列境内的目标，同样也有影片流出哈。好，所以呢，您可以看到啊，现在啊，中东的战局已经是这个，虽然美国跟以色列是一块的哈，那伊朗是部分的哈，那他们是两方的对峙，但是也是形成一个3方的角力。好，那美国官员称说啊，美国的夏洛特号核潜舰击沉了伊朗的军舰。好，那这是在本周稍早在印度洋击中伊朗军舰的鱼雷。那我们在昨天也特别讲到了，有美国的海军夏洛特号攻击型的核潜舰发射。那这艘的核潜艇向伊朗军舰发射了2枚 MK48的鱼雷。第一枚没有命中，但是第2枚就击沉了该舰。好，不过这个伊朗军舰蛮特别，是因为它在印度洋被攻击，然后它原本是要到印度这边原本是在印度这边来进行联合演训，它在结束之后被美军炸了。好，所以现在就有传出说啊，是不是啊这个印度啊有在这个帮美国所以印度的外交部赶快透过社群媒体来发文说啊，这一名退役美国军官有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美国的海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使用了印度的多个港口。好，他赶快澄清说，这个说法不实是假消息。好，确实在战争的时候，假消息也蛮多的这也是所谓的一种舆论战、心理战。好，但我们要看因为这一次伊朗它也有一个王牌嘛，就是荷姆兹海峡。好，那这个能源战的部分当然就引发了世界的关注，有些人很担心会再有能源危机。那甚至伊朗还直接炸了很多地方的炼油厂啊。我们看这个画面这是伊朗攻击中东各国的炼油厂。现在巴林的炼油厂也遇袭瞬间窜出的火光浓烟，还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也还能继续的营运。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伊朗的态势非常明显，我就是要让大家同归于尽好，那伊朗也说啊，对美国跟西方的阵营封锁这荷姆兹海峡，而且还说不管要持续多久都奉陪。那也说啊，这个船舰如果你看到这个被发现，一定会被他们来受攻击。那华尔街就很担心啊，问了川普怎么救荷姆兹海峡因为高盛集团说啊，市场对于美国为了保护荷姆兹海峡油气运输所提出的这个护船的安全措施其实大家都没有太大信心，认为这种做法没有办法真正的化解当前的局势。好，所以现在大家担心石油危机、能源危机，还有这个命脉被卡住，到底喜贝安诺问了川普，川普说等到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油价就会迅速下跌。如果要涨，就让它涨吧他说，但是这个军事行动远比油的价钱上涨一点点是更重要的。所以川普的这个说法让很多人更惊讶说难道这个军事行动比民生是更重要的怪不得很多人说川普的军事外行国际外行对于世界观也很外行，因为他绝对不会想到接下来可能会引发的更大危机，也或许他想到，只是他不想要看。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这个中东战局嘛，好，伊朗也发布了好多影片在网络上。那当然也美军说有部分是假讯息，我们要先问亮哥。这个如果1-2架飞机被击中，那在那边争论真假，其实意义不大啦。不过就是伊朗的军舰去印度去参加军演，是联合军演，是一离开印度的领海就被打掉。你说这个是不是让莫迪也没有面子啊？我觉得美国也真的很奇怪了，你干嘛在印度洋打呢？你让他回到波湾再打不行啊？可是就真的发生了，这个是真的事件所以我相信印度心里也是不太高兴可是美国当然有潜艇嘛，我跟你讲，现在你看表面的伊朗的舰队被摧毁，或者是地面的各种导弹生产基地啦、维修基地都被摧毁，那个不重要啦，因为美国拥有制空权嘛。现在真正重要的是地下有8个导弹地下层，你没有办法摧毁那每一个地下层都包括导弹生产，
无人机生产啊，而且伊朗现在采取分散作战，它没有中央集权哦，分散给31区独立作战。我说你怎么弄呢？因为我看过好几个影片啊，就伊朗那个导弹真的就是从土里面就从外面就这样射出去了，除非那个大型的要立起来，就要再找地方立起来，不然它就是直接你就觉得它是从地底下就冒出来了。因为他当初他执政46年了嘛，一直都担心被美国打，早就有很多准备了。地下工程，这个跟中国大陆1960年代都一样啊。那个3线建设，四川不是一堆吗？还有青海，所以我觉得美国要打这场战，真的如果拉长时间打，美国会逐渐找不到目标可以打啊，因为地面上有战略资产价值的大概都被他打光了，哇！现在就是这个状况了。那双方到底要上纲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伊朗现在就是逐渐让那个海湾国家都变成受害者，而且打民用设施，打美军基地，让你知道你要卷进来啊，对你是不利的。所以海湾国家昨天有好几个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啦、卡达啦，联名啊，说他们要保持中立，说美军啊，你要打伊朗，不要从我这边飞，我不奉陪哦，你不要从我这边飞啊。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巴黎炼油厂被打，这个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啦。阿联酋有一个海上油田被打，那沙特阿拉伯 Aramco 的一个很大的油田也被打，还有杜拜机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伊朗就是故意啊，要让海湾国家知道说，你要介入站边，你就要受冲击，就要付出代价。对，那我是可以跟你同归于尽。因为伊朗的油都集中在一个省，以色列跟美国本来要去炸那个省啊，那伊朗就先摆出姿态，我先炸海湾国家，你如果这样炸我，我一样炸海湾，大家都没油，世界大乱啊，那就摆出这个架势啊。好，这美国遇到了难缠的对手哦，谢大使。这个印度哈，事实上这次被怀疑。就美国的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在印度洋上攻击击沉伊朗的军舰的这个事哈，那么印度是提供了相关的协助。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怀疑啊？虽然印度否认，因为你知道在这次228啊，这个美国开始这个攻击伊朗之前啊，这个印度的总理莫迪啊有一个很奇怪的行程。他在2月25到26号，也就是开战前的2天，他到以色列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一个到现在大家还搞不清楚为什么莫迪要做这种事。我看了很多文章都在分析他什么样做，可是呢，很多人最后的这个研析都认为，其实这是莫迪他在做什么呢？他在用一种间接的方式表达对美国中东政策的一种附和跟支持，因为以色列事实上在这个发动这个加萨走廊这个所谓的种族灭绝式的军事行动以后，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元首级的总理级的这些领袖去以色列访问，然后只有一个就是德国的总理，可是德国总理他去这个特拉维夫访问的时候啊，他说我去是为了调解这个以色列目前的对外对内的政策，是去规劝以色列。可是莫迪去是干嘛？莫迪去是国事访问，然后呢还跟以色列还到国会去演讲，去大力的怎么样，要建立印度跟以色列之间的友善关系。所以呢，这一次印度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以色列攻击伊朗这个那又发生了美国舰艇在印度洋，在印度的家门口，对于伊朗的这个在公海上的舰艇实行了一种击沉的一种违法的做法所以大家一个就想到印度。所以印度这个国家，你不要看它虽然自己国内内政不彰，你走到它的首都
你一眼望去啊，就是一片乞丐，然后一片垃圾，哎，在他的心得里啊。那可是呢，这个莫迪可以说他是怎么样，内政不彰，然后呢，可是他是有什么？有 global ambition， 他有全球性的野心的，他手还居然伸到中东去。那可是过去你要知道，因为伊朗跟印度的长期的历史性的关系啊，伊朗对印度是非常友善的，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莫迪这一次的这个行径啊，我想他今后印度跟伊朗的关系啊，可能会陷入长期的一个困难，会恶化下去吼。好，帅将军怎么看？这个印度，这个没事做些很多事情，让人家很莫名其妙。对，满头问号。满头问号，自己的建军建得一塌糊涂，连巴基斯坦都打不过，对不对？然后你在这边联合演习，美国就在你家里面把人家军舰打掉，你有面子吗？对啊，那很简单了，伊朗知道自己的海军不行嘛，就跟我们国军一样。昨天葛振亮讲的没错，去苏婆的嘛，躲避战祸嘛，看看将来能够保存几条船嘛。因为这个 MK 这个鱼雷是很特殊的，它为什么有2发，一发中了，一发没有命中？因为它摧毁船只的方法跟传统的鱼雷不一样。1次大战的鱼雷是直接命中水线以下的舰体，打到你船舱里面去，然后引起爆炸。MK 这个鱼雷它很怪，它不是打你船体，在你船下面，船下面引起很大的爆炸，就把你船折断，你就沉下去。要用浪，所以第一发为什么没中呢？它要不就是穿过了这个船，并在船底下按时引爆，那它就可能没有。第二个就是信管失效。你记不记得台湾有一次汉光演习，有2发鱼雷躺在沙滩上，陆战队赶快去给他盖棉被，把我笑死了。为什么？他把海浪碰撞了，把他引炸了，所以他把他盖棉被。我说他怕他着凉嘛，不是，因为这个传统的鱼雷是前面的触发性管，碰到了就炸。那个 MK 呢，那个是有点定时，要算的是距离很准，因为它的破坏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刚刚听了这些消息，再加上这个印度啊，跟美国跟这战争啊，我就想到人呢有2种可怕，一种是人不要脸，很可怕，你拿他没办法。东方某小国就是干这种事儿，我不按规矩来，我不要脸。一种呢，伊朗，我不要命，我跟你和到底，不要脸不要命。哎，那美国做的是不要脸，不讲武德。伊朗做的是不要命，伊朗做的是不要命。你在跟人家谈判还说啊，谈判很有进展啊，可能会和谈，那不是，接着就下手，不要命。那伊朗说什么？老子贱命一条，给你干到底。这个战争就是我这样看的。对，所以2个天下无敌现在撞在一起哦，所以这场战争恐怕真的还会持续下去。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也就因为中东局势紧张哦，现在全世界哦变成非常的动荡。那包含哦，之前媒体说啊，这3月底啊，川普要到北京这边跟习近平会面，所以这川习会到底会不会有变数呢？好，我们先看到啊，大家很关心嘛，就中国大陆驻美大使哦谢峰，他其实有特别提到了这个元首会晤的部分，我们来听一下怎么讲。同时呢，我们也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这个以实际行动来落实2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习主席倡导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个3个原则的基础上，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好，川习会不会有变数哦？其实从谢峰啊，他讲到话说啊，落实2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好，一人的解读下是认为啊，这川习还是会见面，
只是可能在时间上面会有一些波动。好，不过要看后续怎么样来做。好，但是中国现在两会哦，这个也跟美国挑起战争嘛，哈，有说啊东升西降的核心密码。好，那因为现在美国挑起了战火，靠军事霸权扰动地区安宁哦，将无数的民众推入了战争泥沼。好，那中国聚焦发展，则是推动互利共赢，那就彰显出哦中美之间啊不同国家发展的理念跟国际责任的担当。那就有人认为川普陷入了发动战争国力耗损，接下来可能就是霸权衰退，那再挑战争会转嫁危机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好，所以我们也看到啊，美国的前国防部的官员胡振东也跳出来讲话，他说美国现在采的是有限战争的策略，防止战区扩大。那美方深知中方是具备有能力的威胁跟摧毁美国的能力。好，那美军在印太的弹药等资源独立运作，不会因为支援中东而让亚洲出现了战力真空。但是美国的国防部政策次长柯伯吉也特别讲到了中国他说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不要在对方有利的地方跟他抗衡。好，同时各方的利益都要被尊重。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中方目前在中东局势的态度因为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最新特别讲说，中方其实对这紧张的局势深表关切。那王毅就分别跟俄罗斯伊朗、阿曼、法国、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阿联等国的外长来通话，就是希望能够立即的停止军事行动，赶快重回对话来谈判。那后来他就补充说，他们也会派中国政府的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到近期访问中东地区，那为紧张的局势降温来做出努力。好，那刚刚呢，大使特别讲说大家就很关注到底谁可以通过荷姆兹海峡。现在有说中国货船有安全的通过。好，那这是伊朗新德里的电视台有说为了感谢中国在冲突当中的立场，目前只允许中国的船只通过海峡。好，那这一艘船呢，它是叫铁囊子号，它是一个散装的货船。那通过荷姆兹海峡的时候，是用了一个极其罕见的避险策略，也就是把自动识别系统的目的地讯号从待命更改为了中国船东。好，所以最终沿着阿曼的海岸线通过了水道。好，但是现在美伊两国的冲突俄罗斯大家认为现在看起来就是最大赢家因为伊朗的飞弹消耗了供给乌克兰防御使用的爱国者拦截飞弹的库存。好，那荷默兹海峡遭封锁，也让油价飙升。那这就让很多人从俄国这边来进油，那甚至也提振了俄国的经济。好，那最后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个美国国内民主党因为在伊朗冲突期间使用战争权力的决定而面临批评。那甚至现在国内佛罗里达州有一名护士他有一段影片对于川普蛮不满的，我们来听一下。 Come on Canada, come on UK, come on China, you know you want to do it. Come in and attack United States. You don't like our regime. We don't like it either. Help us. Please help the United States. 好，那当然很多人美国人有这样子的感受好，那我们看到了解决伊朗之后到底会不会换古巴，川普说只是时间的问题。好，那美国的政治学家法兰西斯则是重炮批评川普的外交政策。他说川普已经从过去承诺不卷入愚蠢战争的形象，转变成一名利用军事打击来转移国内矛盾的战争总统。其实美国人其实没有很爱战争，没有人喜欢战争因为战争其实很容易拖垮自己国内上面的一些经济。所以这场期中选举，川普接下来恐怕也是面临的蛮多考验。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一开始的这个元首的部分，因为谢峰讲到了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好，不知道一轮的解读跟亮哥的解读一不一样？我觉得大概率中美3月31峰会还是会举行因为这个是区域冲突大国见面不会受到区域的严重影响除非美国就陷进去了比如说你地面部队开战，那川普可能就会受制于这个战争我觉得美国不会那么笨因为你只要有地面部队，你的伤亡就会迅速增加，那对你不利我相信共和党
也不会同意了啊。所以我觉得美国就是逐渐淡出了，可是可能会比较慢，因为他还是要顾他的面子嘛，所以就是要找个点，台阶要先搭好，有我要再慢慢下楼梯，我就慢慢淡出。那比如说你去看那个参议院的表决，53-47啊，那几乎都是政党对决啊，其实美国对外发动战争啊，很少在第一时间，然后在野党的领导人就表态我反对，这次贺锦丽就这样啊，那 Hillary 也出来讲反对啊，其实这个真的很少见呢，第一天呢，然后接下来你的民调路透社只有27，这个也很罕见呢。美国通常对外不是大家有一句英文叫 "gather around the flag"， 举国旗的时候就是团结内部的时候，你没有团结内部啊？为什么？打伊朗其实美国人是普遍不喜欢伊朗的，那你打伊朗，为什么支持度只有27呢？而且民主党第一时间表态反对，然后还有国会议员说要立刻表决，叫你立刻撤军，这还得到47票53-47啊。那这个不过其实我可以理解，因为才第6天嘛，第6天你就叫自己匆匆撤下来，那多没面子啊！所以大概也要再打个1-2个星期啦啊。我认为不会打太久了，因为你如果3月31号不要让自己显得好像没怎么赢了，那你去大陆有面子吗？你总不能让习近平给你开口吧，说需不需要我协调啊？那你都没面子到底了。我觉得川普不会让自己陷入这个困境啊，所以我估计大概打到3月20号左右啦，那些形势会慢慢明朗，就是大概就是要慢慢淡出了啊。因为我跟你讲，这个战真的很难打下去。我跟你讲，伊朗的地形啊，它平均就是500公尺的高原地形，那整个伊朗有300多座高山，它的导弹城市都盖在高山下面，你怎么打？你怎么打？它这个地形比也门还要可怕，也门是丘陵地啊。那个沙特阿拉伯跟也门，你看打了多久？打了3年多，美军也拼命提供弹药，一直炸一直炸。人家就说也门这个不登陆啊，胡塞武装是不能消灭的，人家就估计了，说你要上去把胡塞武装消灭，你要上去5万人，一个小也门就要5万人呢。伊朗300多座高山，高原地形，你要上去多少人啊？我看几十万跑不掉了。你看看伊拉克，伊拉克是平的，他地面部队一上去就10几万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仗真的很难打了。那如果地下导弹层你不能摧毁，那就这样一直耗着啊，就是这样。对，所以川普这次柿子是挑硬的吃哦，切大石。对，川普是投机不着蚀把米啊，他见猎心喜啊，脑袋一发热啊，还在想那个委内瑞拉的对，脑袋一发热就陷入今天的困局了。不过就是说，这个美国媒体最少炒出这个议题，就是说，哎呦，中国大陆是还欢不欢迎川普去的意思啊？那就完全是在什么？那个是目标是针对美国，是去羞辱川普的，那中国大陆的外交政策，第一个是大国的外交政策，不是那么所谓的怎么讲呢？一点小问题它就转变方向的。大国外交是它的什么稳定性跟它的持久性。所以中国大陆对于这种国际间的区域冲突来讲的话，它一贯的政策就是什么？就4个字：劝和促谈。他从来不会把自己变成什么公卿，变成事主。对，你一选边以后，这个战争就好变成你的战争了。谁愿意做这种傻事？中国大陆的外交这么多年来，我没有看到他在重要事情上他去怎么公卿变事主。他会主持公道，从国际法、国际组织联合国宪章角度是，可是呢，在实际的行动上，他是维持自己一个政策所谓灵活的一个空间。
所以现在到为止就是劝和促谈。然后呢，这件事情中国大陆已经定调了。你看他的这个驻美大使讲的话，谢峰跟前几天中国大陆外交部讲的话完全一样，强调中美元首外交的重要性。他也不直接回答，可是重要性很多。为什么重要性？说现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式就是元首定调，然后呢各方面各部门配合，所以这个元首外交极为重要。极为重要的意思就表示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这个，给川普安一个心。而且这件事情过到3个礼拜的时候啊，川普可能是灰头土脸，为了面子他还去。对，去的时候他有什么资格？他有什么这个底气跟中国大陆玩硬的，对不对？那中国大陆要羞辱他的，就是说，那我来调解一下你跟伊朗的关系，那就是对他极大的羞辱了。所以中国大陆目前这个政策是什么？进可攻，退可守。我还是欢迎你，可能到时候你自己会找一个理由哈，不去了。所以呢，不去的话由你川普自己讲，来的话我还是欢迎。好，帅将军怎么看？这个政治人物讲话，你要从心里面去看。中国大陆不是讲明的话，就是将来谈判条件，你川普要给的更多一点。是这个反正是吊胃口嘛，你要来嘛，我就看状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胡振东讲话什么意思呢？他说，美国的弹药虽然亏啊，这个印太是独立的，他就怕耽误了台湾的军售，你知道吧？所以讲这个话，你要知道他这种军火掮客只担心他的生意了。雷神的代表。第三，讲这个刚刚讲，亮哥讲了，找个台阶下，不太好下哦。为什么？你在想推翻他的政府，你用库德族是另外一个民族啊，你不能代表伊朗波斯人啊，是不是？现在是何梅义的儿子，他个死硬派啊，他跟那个革命卫队是搞在一起的，所以才跟你胡缠乱打，跟你打到底嘛。所以，川普要想下台，这个台阶还得苦心经营，要不然的话建起来闹很久，而闹越久呢，美国的库存量就越严重。当你库存量低到某个程度，就代表你体力很虚啊。你不掉点滴，你是没办法活的。这个时候任何一个国家挑战你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中国大陆也做的看你笑话，对不对？如果说第一岛链你要引起战争的话，你的资源、你的 guarantee、你的支票怎么兑现？你不是要保护日本吗？你的火力在哪里？你要保护南韩吗？如果这个时候北韩趁机发动攻势，你美国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援？因为航母上弹药都打空了，内部制造也来不及啊。调货，你看刚刚胡振东还讲，印太是不让调货，那才怪嘞。北约调货完了，下面就是印太调货嘛。所以看这个国际局势啊，你把他这个讲话的人的背景理一理，就知道他在讲什么，真的假的。你不要被那个唬到了，对不对？所以川普是向来很喜欢用唬的啦。我不怕，我有决心，我有那个美国的国防部长是当过排长的啦。凭良心讲，赫格塞斯，跟这个军事上他实在那个吹牛，跟着川普一起吹嘛，两个大牛逼大王在那吹嘛。他越讲什么，我就从反的来看。他心里怕什么，他就讲什么嘛。我可以无限战争，我可以打到底。川普说：“我要派地面部队，我不怕股市下跌。”你就越怕这些东西。你都倒过来讲。他在3地的仗没有一仗打赢的，越战、热带雨林、北韩3地、伊朗3地、伊拉克一马平川，美国的陆军全是靠机械化部队。对，机械化部队在山上是一点用都没有。